果定義上其實就係只要中意擬人化嘅動物，混合嘅以動物為主嘅，其實都屬於咯。我觉得这个文化是一个很特别，应该说大部分的人理解上，它会比较像是一个 cosplay 的分支，但我又会说这稍微有点不一样，是因为cosplay 他喜欢的是别人的角色，但是像我们这个圈子几乎都是自己有自己的角色，你喜欢的是自己的角色，所以你会有点把你自己投入在一个角色身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它跟 cosplay 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对外解释的话，我们当然觉得这是 cosplay，因为这比较好解释一个很特殊的文化，去接触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例如说像我那时候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刚去美国，毕竟我没有任何认识的人在那边，有啦1-2个人，那时候只有认识1-2个人在美国，那我去的地方是完全没有，就是那一个 local 是没有的，然后呢，我就去了一次 FurCon， 那时候刚好是我去的第3个月，就有一个很大的 FurCon， 我去那边认识了很多人，从那个契机开始跟很多人交流，那而且很多人也是来自于各式各样不同的领域，当然如果 artist 这种领域就不用讲，因为这绝对是大众。那包含 engineer 也很多领域，包含你可能动不动就有人是来自 Microsoft， 有人是来自 Amazon， 或者说 NASA 你可能会认识几个。那像 Tesla 我也好像也认识几个，就是这种你很常见的大公司其实有很多 burden， 就是我觉得这圈最好玩的在这，就是说你不会再只受限于我就是只跟 PC 这个圈子，或只跟游戏，或只跟西方广告的，你是透过这个文化去认识更广的不同圈子的人。而设定它这个种族叫天使人，就是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种族。那严格来说，它是一个马加上龙的设定，就是它是一个 hybrid。那你说困难的话，我觉得说真的，最困难的应该是你的角色在你加入这个圈子第一个角色是你最困难的时候，因为你要想很多，它有点算是你的投射，你自己个性上或者说你人格上的投射。那所以你会想非常多东西，那你就会花很久的时间犹豫不决，说你该不该这样做，你该不该委托这样，或者说你的设定图该不该这样做，就是第一个设定跟第一个毛都是最困难的选择。当初是没有想过要摄影啊，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种文化，会觉得说，大家都就是有自己一样的不错。小时候我好像就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动物那种东西，那就是人形化动物会比较有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说很帅啊什么，像是一开始西方龙或者是一些龙啊，然后是狼啊那些有的，那如果又把它变成人形化，我觉得就是创意啊，这种文化比较少，那就会很想要把它拍下来给记录下来。他们看到你把他们拍的样子，他们也会很高兴，因为他们毕竟就是行动比较不便，那发给他们照片，自己看得开心，然后对方也会很开心。我觉得是双赢的，就是这样。攝影師就是很爽。咁呢一隻其實佢最初咧係我嗰時係一個作品叫做 Undertale， 佢入邊一個叫做雪鎮嘅地方生活嘅一隻異美狐狸嘅嘢魔物啦。咁去到後來我就開始算係正式去接觸手圈同埋去畫啲手相關嘅作品。咁我又諗翻我呢一隻算係我人生比較認真對待嘅第一隻 OC 啦，就諗到想要重新攞翻佢出嚟做一隻正常嘅 furry 嘅OC 咁樣去養嘅。咁佢依家呢個樣都係我重製過，就係同初係有啲唔同嘅，我哋呢啲花紋都係後嚟先加嘅。不過個主題其實都係一隻粉紅色嘅色
冰魔法嘅兩位狐狸啦咁樣。因為我自己設計角色嗰陣時，我會習慣將我自己個人一啲特色去融入入邊，即係有啲似係分裂咗我自己出去。咁佢嘅設定上係嗰種比較隨遇而安嘅性格啦。咁佢遇到咩都唔會話有啲咩好大嘅反應，因為故事設定上佢以前都經歷過一啲好唔好嘅事情，咁花咗好耐先行出嚟之後咧，就覺得要比較更加去平穩同埋坦然去面對呢個世界啦。咁佢有時都有一啲調皮，有啲小腹黑嘅，咁呢啲都係我自己性格一部分。然後仲有一個小設定係佢好中意飲雪碧，呢個都係我自己個人喜好，所以我會加埋入去。我自己嘅身體唔係可以算好好啦，體力比較差啦。咁着一套裝，特別係全裝嗰陣時，持續時間可能最多1-2個鐘已經係極限。咁除咗之後就都冇力去參加其他活動。咁最近一次就係12月壽無限啦，係體會最深嘅，因為係我第一次去壽無限咁大型嘅一個國際性嘅展會啦。咁我最初個計劃係我會想去好多唔同活動啦，我想遇到好多人啦，我想出毛出好耐啦。但係去到嗰度咧，一上毛咧，唔過半個鐘就諗過幾時落毛，我想翻房啊，好想休息啊。然後翻咗房除低之後就瞓咗喺度，完全唔想喐，然後就錯過咗好多活動。我係有一日放學碌 IG 見到壽裝之後壞咗聲嘅感覺，然後係咁碌先發現原來有個咁嘅圈子，就個心係咁跳得好犀利，好勁，好想即刻擁有。因為我本身有玩開 cosplay 嘅，之後就突然之間對 cosplay 就開始興趣歸零，我完全係中意咗。直情屋企人講話，不過我唔玩 cosplay 嘅話，我將嗰啲錢擺落去買呢啲好唔好啊？我以為自己會3分鐘熱到，但不特止啦，就中意咗好耐啦，意外地入咗獸圈就係6年左右。中意呢個圈，唔係中意獸人文化就差不多挨住10年。佢係 Star Fanny， 佢係我第3個嘅設定，不過而家暫時佢屬於我嘅主設，因為佢比較符合我現在嘅生活。佢嘅內容初衷係中意色色，好現實，中意色色。我細個就比較純啲，咁可能嗰個設暫時俾我放低咗，但係佢而家就鹹濕，係啊。一個魅魔嘅設定，佢個頭髮係我以前染過嘅顏色嚟嘅。哦，設計受設即係 persona 呢件事係有最基本就係可能你中意嘅元素啦，你自己渴望變成點樣嘅自己而設計出嚟都有嘅。咁最簡單就係你自己嘅人做唔到嘅話，咁咪創造理想自己，好似模擬市民咁樣。喺入面生活做你想做嘅人咯。咁我第一個 IG 見到 IG post 已經係first shoot 就係獸裝啦。咁就問咗嗰啲前輩就我然後最基本就因為問前輩之前，我自己有上網睇到底係點樣整嘅。咁我原來海綿布而用膠槍鉸剪就可以做到嘅嘢，我就覺得好似都唔係好難啫。咁就問佢哋，我原來喺深水埗買，咁就帶咗我出去深水埗嘅海綿檔，到而家都有幫襯。就第一次用咗海綿後整咗出嚟，極之核突。雖然而家已經掉咗，因為冇呢個空間去 keep 住影咗張相留念就算。同埋嗰陣時咁啱撞正佢哋幾個月後會搞嘅 party， 咁就好臨急臨忙即刻整咗出嚟就面世咯。但係佢哋話其實啱啱入圈整到出嚟已經係好好，雖然有啲巢皮黐唔實唔對稱，但係有心做出嚟已經勁過好多人。我本身都個人諗得幾負面，又冇乜生存意義咁樣嗰啲。咁我一諗到佢哋我就好想繼續。
繼續見到佢哋，就瞓醒定係瞓緊覺嘅時候都會想見佢哋。有陣時見人哋去唔到 event， 唔係我自己去唔到 event， 見人哋個個都去，一開 Facebook 個個都喺晒機場啊，喺晒會場咁樣嗰啲，有唔開心嘅，但係我諗緊我只要下年努力，我就可以去到。好似啱啱完咗嘅嗰個台灣嘅秀無限，我都渴望咗5-6年，又入圈嗰時望到而家，我終於去到，我係好激動嘅呢件事係，因為我本身自己心理唔係咁好，咁我活着落去嘅意義就好老土，就係因為 furry 所以而繼續生存落去咯。即係我一日未見到我自己設定嘅大女分紅色嗰隻嘅話，我都唔會想離開先。咁呢套咧，佢係一個佢嘅設計上嚟講，佢係一個中意研究植物嘅一個科學家，不過就成日會即係將啲嘢整亂咗或者失敗咗，即係研究咗一啲好糟糕嘅一啲實驗嘅。咁佢本質上就係一個呢個好得意，其實咧佢個殺傷好嚴重嘅一個小蟲子嚟嘅。因為以前都係啲小學嗰啲人咧，佢都係即係都唔係好理解呢個文化噶嘛，其實都覺得需要嗰時即係啲比較流行畫啲人啊，即係嗰啲 furry 嗰啲都未話好特別流行，都俾人容易接受啦。嗰時就會嗰時畫嗰啲嘢咧，即係啲同學會覺得你好怪啊，點解你要成日畫呢啲嘢？佢你唔畫個人嘅，即係成日都係畫嚟畫去都係畫呢啲小動物。咁後尾上網之後咧，就識到啲人就發現其實佢哋都覺得呢啲動物好有意思喎，又唔係都好有個人感覺喎。咁我同佢哋交流啦，即係交流之下咧，就發現即係我哋共通點合埋好多嘅，即係我哋都係其實我都即係我唔係一個人嘅其實。即係我都係覺得即係我都係我同你一樣都係中意呢啲小動物，而唔係一個怪胎嘅。即係嗰時，即係啲同學就話你好怪咁話人嗰時，其實即係我懷疑過咯，即係俾我知道我哋唔係一個人啦。咁佢都帶咗啲心靈寄託俾我嘅，即係我會覺得佢係我嘅一部分，我會覺得我好睇重佢嘅咁樣咯。即係我可以係松鼠，我都可以係企鵝，我都可以係海膽，我都係可以人。我覺得我可以係都係有自己定義噶嘛。毛茸茸嘅皮膚，希望你擁有咗另一個新嘅外表，生活得更好。可以透過這個話題，就是這個 furry 的話題，去帶到你們各自工作，然後去把你工作上的各種事情分享出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玩。受呢個文化算係一個橋梁，可以將大家連接埋一齊。咁有共同興趣愛好嘅人，可以大家去互相支持。